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中国的国务院为了刺激中国经济，有一个新的措施，他们另辟蹊径，说要通过互联网加督查的平台来公开征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问题线索。我看到这个真的要笑出声来了。就是难道中央集权的体制不是扼杀民间资本的罪魁祸首吗？你们手上拥有的权利才是阻碍发展的，但是他们一方面手握自己的权利，绝对不放松另一方面却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没法壮大，到底是什么阻碍你们发展的呀？赶紧告诉我们，我们来改。这就是很可笑，对吧？我们看这个里边说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所以国务院通过这个互联网加的督查平台，向社会征集10个方面的问题线索跟意见建议。这给我感觉就是真的是在装样子，就是他们难道没有线索吗？他们不知道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差，为什么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这么困难吗？他们当然知道了，这难道不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吗？你现在装模作样说征集线索，然后征集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内容，全部都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单位的一些具体的行政上的措施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以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民营企业准入障碍等方面的问题，这都是一些细节上的、程序上的一些小问题。这些问题说实话，你如果有办法的话都能绕过去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就是你有关系然后你用钱都能够摆平这些事情。地方政府的一些行政上的复杂繁琐，并不构成民间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这个主要原因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这个权力体系和它从上到下的这种行政指令，是中央要求下边去审查这些企业，去这个克扣这些企业，对吧？要割韭菜嘛。然后以反垄断的名义去打压这些大型的平台，其实这大型平台是很多中小企业依托的平台，你打压了这些大平台，实际上就变相的让这些中小企业失去了供应商，失去了销售平台，失去了很多客户。所以说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说你只是解决了地方层面的细节上的这个行政操作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你要是从上到下有一个根本意识的转变和整个政策的松绑，这才可能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而且我相信地方政府看到中央的这个指令也会非常的头疼，就是难道地方政府不希望地方的经济发展吗？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想把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连税收都收不上来的话，连这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他们其实想要地方的经济发展的，但是他们又必须要遵守上面的指令，官大一级压死人，对吧？上面有一个最高指示，一个中央的精神，要讲政治，要讲意识形态，要讲国家安全，对吧？要反垄断，那底下人也得配合呀。那一旦配合了，民间经济遭到打压，不就是发展不起来了吗？然后现在上面又告诉底下地方政府说，你得解决这些问题，他早就想解决，他解决不了，才造成现在的问题。中国过去的这些民间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跟政府的松绑，甚至是官商勾结，是有脱不开的关系的。毕竟这样的体制下，你任何的企业想壮大，那必然是要跟公权力相互配合的一定要获得公权力默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大型的民间经济的支柱跟国家的公权力是有紧密联系的。那这些企业他们运行不下去，或者他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公权力难道不知道吗？对吧？现在好像装的说很无辜的样子，说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中国的民间经济搞不起来呀？对吧？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开始咨询像全社会咨询，用得着吗？你天天的跟这些企业老板吃饭，你们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中央的官员，对吧？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困难所在吗？对吧？还用得着什么征集？这不是装样子吗？所以我就看到觉得，一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二它也不可能带来任何的信心，就是它还是一种障眼法。我觉得就是感觉更像是在展示出我们好像多么希望扶持民间经济，多么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够发展，假装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了，我们现在征求意见，好像做出一个要改变的姿态。但是实际上你们手上这个权力就是罪魁祸首，但是他们又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权利，这就是很矛盾的地方。
或者说是一个是现实，一个是表面的表演。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表演欺骗了。稍微有点智慧的、政治智慧的民营企业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就算是政府想这么做，就算政府摆出这个姿态，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李克强当年说了多少次要壮士断腕，是吧？要有这样的勇气去改革，去怎么样？结果呢，不仅没有继续的改革下去，反而在不停的开倒车，不停的集权，对吧？然后跟西方的关系越来越差。你想象一下，中国的经济能好得了吗？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中国的经济，说中国有可能要步日本的后尘，进入大萧条。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已经有中文版出来了。他说，中国的经济现在似乎步履蹒跚，很多人在问中国未来道路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他的答案是，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但是会比日本更糟糕。这个论断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他怎么来做解释。他先讲了日本的经济曾经经历了巨大的股市跟房地产的泡沫，而且日本股市现在也没有达到1989年的顶峰。说当时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留下的是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堆积如山的企业债务，导致了一代人的经济停滞。但是他说这里边忽略了日本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低生育率和不愿意接受移民，所以导致日本的劳动适龄人口从90年代中期一直在迅速的下滑。所以说考虑到日本的人口结构的问题，实际上日本经济表现在过去这些年并不算太差。如果不算人口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而且人均实际收入一共增长了45%，就是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虽然美国比日本做得更好，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就真的停滞不前了。日本还在这个大萧条当中成功避免了大量失业，而且社会稳定，没有遭到任何大规模的苦难，甚至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男性就业比例也一直很高，甚至高于美国。所以他说日本的经济实际上过去表现得相当不错，虽然也要承认日本的就业是通过巨额的赤字来支持的，所以导致日本的债务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几十年来日本都没有爆发任何的债务危机。所以说日本是一个榜样，他们做到了平衡，保持繁荣跟社会稳定的同时处理困难的人口结构。而且再看日本的社会，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有更大的活力和文化创造力。他说你只要去日本东京转一圈，就发现日本在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不要再认为日本是一个疲态的停滞的社会了。然后话锋一转讲到中国，说中国跟过去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经济的极不平衡，还有消费需求的低迷，另外依靠过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维持经济运转，特别是劳动适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这是跟90年代日本的通病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是未富先老，日本至少当时还是富裕的状态，而中国经济大部分领域远远落后于这个技术前沿，不像90年代的日本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按照这样的说法，中国应该更有潜力它的生产率应该更快但实际上中国很可能现在已经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所以他说同样面对泡沫的爆裂，经济衰退，当年的日本能够做到那个程度，今天中国可以吗？中国能够复制日本当初的那种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能够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中国到底具备不具备？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不稳定的专制的政权下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今天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比日本高太多了。最后他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是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的。日本遇到了经济困难，它不会出现大规模的1饥荒，2战乱，3社会的暴动不稳定，因为它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福利体系和民主制度的，再加上它的国际关系上边跟西方世界是有紧密联系的，不像今天的中国与全世界为敌，未来要面对内忧外患，再加上它又是一个专制体制，早就已经把民间社会的凝聚力、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剥夺掉了。所以说当这个体制瓦解的时候，经济困境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陷入内斗甚至内乱。就在这2天，美国白宫还向台湾
提供了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枪支和便携式防空飞弹。这些物资直接来自美军现有的军火库，而且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当中还包括了防务、教育和培训。而为了直接从美军的军火库中直接给台湾武器，不像过去是订购，需要单独的去购买或者是跟台湾一起生产。那么这次拜登还特别首次动用了总统提款权，这是国防授权法案当中赋予总统的权利，就可以直接他下令从美军现有的装备当中给台湾。那么可见美国协防台湾、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入侵的这种意愿是非常强烈的，而且美国国会还不断的在给白宫施压。所以中国面临的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就是在军事上面能否实现它的所谓统一大业这直接涉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而当年的90年代日本遭到这个经济危机的日本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所以不管是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和它的体制问题，都跟当初日本经济衰退时期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也导致了中国可能没有能力像日本那样维持一个在经济低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不断进步。就像我上期节目讲到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小张献忠，那么多的小军国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民粹主义分子这些人在今天共产党的压制下是正在慢慢的成长的未来呢，一旦共产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的话，这个国家失去对他们的掌控的时候，那真的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想达到过去日本所谓失落的30年那样的一个成绩，他们都可能达不到。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